而且他还有……苏沐雪将空间功能都跟他说了一遍，惊得轩辕锦睁大眼睛，半天都不眨一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沐雪，你是说这个镯子不仅可以储存东西，还可以从里面置换任何东西，而且可以种植物不说，里面的灵泉河水还可以治病解毒？是的。那这么说，你给我喝的那个解毒水就是灵泉河的水？是的，不止喝的，你泡的那个水也是灵泉河的水。还有你的那个手枪和防弹衣，还有上次喝的啤酒，都是从空间置换过来的。轩辕锦继续追问，那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听过，更没有见过，若不是从空间里置换出来的，东离国根本就不会有。是的，不过我对空间还不是特别了解，到现在也就知道第一层可以换一些简易的武器和吃的喝的用的，第二层也才刚刚解锁了一点，只能置换到冲锋枪，其他的功能还要慢慢开发才行。苏沐雪现在正在努力地开发空间功能，不过到目前为止，哪怕他尽力置换物品，也只开发了2楼空间的一点点。这也是为什么听说轩辕龙想要武器，他立马就答应的原因之一。能用淘汰的武器挣钱升级空间，然后购买更高级的武器，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什么空间也太逆天了些，简直就是件人间至宝啊！沐雪，你可千万要保守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不然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恐怕都挡不住有些人的贪婪之心。苏沐雪见他说话的时候，脸上表情只有担忧，眼神也清正无比，没有半点因为镯子是至宝就想据为己有的心思。面对这么大的诱惑还能保持初心，这让苏沐雪对他印象更好了。有颜有钱有权还不贪心，生在这个以男子为尊的时代，还没有大男人主义的人真是不多见了。说开之后，苏沐雪往空间收银子也不再避着轩辕锦了，看着地面上的银子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消失不见，轩辕锦还是感觉好新奇。沐雪，这么多的银子，你那个空间够放吗？瞧了眼女子手上的镯子，他实在想不出这么小的东西里面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要不我试试能不能把你一起带进去看看。苏沐雪抓着男人的手想带他进空间，可惜试了好几次都不行。难道空间除了他就只能带没有生命的死物吗？不死心的他直接进空间问了008，得到的答案是他现在还没有带人进空间的权限，必须要2楼全部升级开放才能使用这个功能。我现在有的是钱，砸钱可不可以直接开放？不可以哦，主人，你必须要通过兑换才能升级的。就不能通融通融吗？不能。没辙的他想着进了空间，不如摘点果子出去给忙活一晚的大家尝尝。跑到果园，摘了一大兜的水晶原梨，用灵河水洗清，然后才抱着出了空间。刚一出来，轩辕锦就关心地上前打量他，问道：“你没事吧？”“没事，空间里面不会有危险的，只是我现在权限不够，还不能带你进去。”“我进不进空间都没关系，只要你没事就好。”“这是我在空间里摘的水晶原梨，我洗过了，你尝尝看，喜不喜欢吃？”“这是梨子？怎么跟我见过的梨子不一样？看起来晶莹剔透，很好吃的样子。”“这是改良版的，皮薄肉厚，汁水饱满，很好吃，很解渴的。”“皮薄肉厚，脆甜多汁，吃起来还没有什么果渣，比南蛮进贡给宫里的还好吃。”“再吃一个吧。”苏沐雪又递给他一个，剩下的都拿出去给暗卫们分了。他们将银库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完，确定没有遗漏之后，几人才趁着夜色往回赶。皇宫内，当影卫将查到的证据都交给轩辕龙时，他才知道魏云川竟然真的私下里采铁矿，并且偷偷卖给敌国。他气得差点晕过去，没想到他精心培养出的人竟然私下背叛自己，这简直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脸上。怒火中烧的他直接下令要将魏家满门抄斩。圣旨下来时，魏云川傻眼了，他原本以为顶多是被罚1年半载的俸禄而已，没想到等来的结果竟然是满门抄斩。“我要见圣上，我要见圣上，他不能这么对我！”“哼，硬山铁矿。”魏云川闻言身子一抖，整个人瘫软下来，面目死灰，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魏家完了。你若认了通敌刺杀九王爷这事，圣上可为你保留一丝血脉，
如若不然，我若认了，陛下真的会给我魏家留下一丝血脉吗？没过几日，镇国公与敌国合谋，在锦王爷新婚夜派人刺杀，连同当初锦王之所以中寒毒，也是镇国公与敌国合谋找人下的。如今情况何时？魏家即将被满门抄斩的消息传遍了京城，还有当今皇上为了锦王爷的身体，正在大力让御医研发寒毒解药，已经有了些许眉目的消息也一并传了出来。暮雪，你怎么看？皇帝老儿倒是聪明，竟然将给你下毒和刺杀的锅全甩到魏云川的头上。不过，他这好不容易才给你下的寒毒，为什么又要提出来让人给你研制解药？还说已经有眉目，这是真的要给你解毒？为什么呢？因为明年开春，四国使臣要来朝觐见，他们这些人表面上对东离国俯首称臣，背地里狼子野心。如今魏云川被斩，我若是一直病着，京城就没人能镇得住他们了。哼，这魏云川一直是皇上背地里扶持来保卫京城安危的重臣，若不是他私下里开采铁矿，一世居心不良，单凭刺杀一事，皇上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动他的。原来如此，这皇帝还真是狗，需要用到人家的时候就各种示好，不需要人家的时候就各种下毒，恨不得人家马上死。这种人真是欠收拾。像他这种小人给你的解药你可不能吃，谁知道他会不会在里面下另一种毒呢？聪明，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他给我的解药只能拖延毒发时间，并不会真的解除寒毒。等他的目的达到，那也就是我们的死期到了。阿锦，倒是你想如何做？我想利用四国来朝的机会，想办法去边关。只要到了那里，就算皇兄想杀我，也是有心无力。苏暮雪虽然觉得他这样退让的行为太过软弱，不过还是尊重他的想法。毕竟轩辕锦一直生活在这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迂腐年代，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想让他跟自己一样无所顾忌的看不惯就干，那真是有点难为他了。二人停下话题没多久，宫里就来人宣旨让他们进宫。传旨太监很会见风使舵，知道皇上又要开始重用锦王，为了卖轩辕锦个好，他向他悄悄透露，咱家听闻此次陛下宣王爷王妃进宫，是为了镇国公派人刺杀二位一事做补偿的。不过前2日陛下因为抄镇国公府的事大发雷霆，一会儿王爷您们进宫时可千万不要先提起这件事。谢公公提醒，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望公公收下。轩辕锦让玄策给了太监一锭银子，谢过他的好意，这才让人把他送出府去。皇帝老儿肯定是因为从镇国公府没有抄到值钱的宝贝，这才心里不爽才发的火。镇国公府已经被暮雪搬得剩下一个空壳，如今因为刺杀一事，陛下还得要倒贴银子赔偿给锦王府，不发火才怪。阿锦，等赔偿银子到了，我再把前些日子得到的银子都拿出来，咱们一人一半分了吧。暮雪，这些银子都是你的，我不要。你若是还需要银子，我库房里的银子也任你拿走。这不行，这可是我们一起挣的，理应有你一半。你若不拿，我下次可不敢再让你一起去了。暮雪，你也看到我的情况了，皇兄随时都有可能对锦王府发难，银子放在府里也不安全。不如这样吧，银子就放在你那儿收着，以后我若有需要再找你拿，这样行吗？这么信得过我，你就不怕我把银子拿着跑了吗？这天下若是连你都不能相信，我不知该相信谁了。阿锦，谢谢你的信任，我苏暮雪也一定会对得起你这份信任。2个孤独漂泊的灵魂，此刻终于找到了可以卸下防备、相互取暖的人。夫妻2人来到朝堂，朝着皇上拱了拱手，拜见皇上。免礼。为了不让2人在面前给自己添堵，轩辕龙快速说出找2人进宫的理由。九弟、九弟妹，朕已经查清楚镇国公勾结楚国，欲要杀你们一事的缘由。不过如今魏云川已经被判满门抄斩，无法向你们赔罪。朕决定就给你们1000两银子做补偿吧。陛下，
这魏云川派了几十名高手来我王府刺杀，害我府人死伤无数，破坏的财物更是众多。更别说他害得我家王爷差点毒发身亡，不知道用了多少金贵药材，这才将他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这1000两银子，怕是连赔偿府人都不够，更别说我们家王爷了。他的命难道才值1000两吗？锦王妃，你想要多少？俨然是气得连弟媳都不想喊了。苏沐雪才不在意他喊什么呢，听到这话连忙伸出2个指头。2000两。轩辕龙松了口气，还好没有狮子大开口，谁知他那口气还哽在喉咙没有彻底放下，就见苏沐雪摇了摇头。2万两。轩辕龙差点把龙椅的把手都捏碎了，苏沐雪还是摇头。你到底想要多少？200万两银子。苏沐雪此话一出，朝堂上一片抽泣声。200万两，这锦王妃可真是敢要啊！锦王妃，你不要太过分。为啥这能算作过分呢？我锦王府差点被满门杀死，我家王爷差点因为此事而毒发身亡，而且追究起这毒还是魏云川给下的。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家原本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王爷，因为这该死的毒，现在做不了半点事情，还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这郑王府不该赔偿他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人工损害赔偿费、营养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养家糊口费吗？还有杀那60个刺客的人工费和搬运费什么的，这桩件加起来，只要200万两的赔偿就已经是友情价了。更别说王府里其他因为刺杀受到伤害的人需要的安置费用了。若不是郑王府现在已经被问斩，我非得让他出1800万两，赔个底朝天来不可。他这一通各种费用算下来，只把上朝的大臣们说的是一阵脑仁嗡嗡疼。他们怎么不知道毒个人还会有这么多名目的费用？不过幸好被讹的人不是他们，不然他们可没那么多家底儿来赔。他们心照不宣地望了眼龙椅上被讹到脸都变成猪肝子的大冤种帝王。众大臣心里一致决定，回去就叮嘱家人，没事千万不要惹锦王妃，不，就算有事也憋着，最好见到他都绕开8丈远去，免得被讹到倾家荡产。苏沐雪，你放肆！这不是摆明在讹人吗？你休想拿到1两银子！你刚刚喊我什么？我叫你苏沐雪怎么了？难道还叫错了吗？轩辕锦书仗着自己是太子，以为苏沐雪不敢拿他怎样，开始大放厥词。在朝堂之上讹人，真是个无知的妇人！父，像这种人就应该拉下去打他30大板，以儆效尤。轩辕锦书的话音才刚落，苏沐雪抬手就给了他几个大逼斗。哼，真是一段时间不打，你这皮就紧得很。你也真是的，打人干嘛要亲自用手，多疼呢！下次先提醒一下，为夫把鞋子脱给你打，这样不伤手。我是堂堂太子，你个悍妇怎么可以打我？你是太子不假，但我是你的皇婶，自古长幼有序，你目无尊长，出口就对长辈不敬，我教训你一个小辈，难道不应该吗？堂堂一国太子，除了对长辈不敬，还敢妄自替圣上做主，什么叫休想拿1两银子？怎么，难道你一个太子的权力比圣上还要大？还是你早就想登上那个王位好久了？苏沐雪巴巴一番话，说的轩辕锦书面色发白。他抬头望了眼龙椅上神色莫测的帝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喊：父皇明鉴啊，儿臣绝对没有此等心思，都是是皇婶胡言乱知的。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起来滚到一边去！轩辕龙心里很不痛快地怒斥儿子，这蠢货是又菜又喜欢出风头，当初怎么就眼瞎选了他当太子呢？皇兄，既然太子说我讹人，这口气弟媳咽不下，不如咱们重新审理前镇国公行刺王府给我家王爷下毒的案子吧。刚好我也可以将这2年多来锦王府为给王爷解毒花费多少银两的单据都整理出来，看看一共花了多少。弟媳也不多要，到时候算出来多少银子，你直接让户部从魏家超出的银子里划给我们就好了。弟媳说的是哪里话？朕相信你。镇国公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重新劳师动众也不好。不过这件也确实让锦王府的人受累了，
200万两，就200万两吧。明日，朕就让人送去王府。退朝。再不走，他怕看到苏沐雪那张得意的脸，会失去理智，要揍人的。一路上，江德海小心翼翼地跟在主子身后，连大气都不敢喘。他知道皇上是为了什么生气，除了被锦王妃气的，还有就是为了抄镇国公府的事情生气。说出来都没人会相信呢。当初抄镇国公家的时候，翻遍了整个王府，里面所有东西加起来还不到30万两。当时皇上因为此事发了好大的一通脾气。翌日，200万两到手的他心里高兴，想到前些天承诺过南烟和顾罗，等镇国公府的事情了结了，请他们过府来吃好吃的。轩辕锦听说他要邀请朋友吃烤串，心里一动，问自己能不能也请几个朋友一起来。苏沐雪满口答应。元州啊，听说你要请我们吃什么烧烤啤酒，这是什么玩意儿？好吃吗？快端出来，让我们尝尝。这我可端不出来，一会儿你们得亲自动手烤。啊，还得我们自己动手？你确定这是请我们吃东西，不是请我们做苦力？再说了，火做出来，你们确定敢吃吗？陆承风哀嚎，让他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世子爷自己动手做吃的，就算他敢做，别人也不一定敢吃啊。谁要吃你做的？是个人弄来个人吃，所以你就算是烤成屎，那也得自己咽。不是，轩姐，我看你这根本不是诚心请吃东西，而是真心想让我们饿肚子吧？若果，你说是不是？没事儿，不就亲自动手做吃的吗？我还没有尝试过，现在啊有机会体验一下也挺好的。况且我对自己的动手能力很有把握，相信不会做得太难吃。陆承风原本想拉着好友一起调侃轩辕锦，没想到这个队友压根就不站他，还故意气他。承风，你若是怕自己烤不好饿肚子，要不就先回去。切，齐若谷，你小看谁呢？小爷我天资聪颖，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不就是个什么烤肉吗？能难得倒我？造房要从哪边走？远州，你来带路，看小爷今天给你们露一手。花园，花园，你确定？烤肉。齐陆二人异口同声，他们实在想象不出怎么样的肉要去花园里烤。一想到那些千娇百媚的花会沾上世俗的烟火气，两个世家子弟突然就不淡定。哎，远州啊，要不你还是先把那2盆碧玉牡丹和百雀朝凤送我，我包到马车上去吧。我只要那盆宏伟狮子球就行了。要么去花园烤肉，要么滚，你俩选一个吧。是，不给就不给吧，我们来都来了，哪里还有再赶客人回去的道理？说出去对你影响多不好啊。程峰说的对，我们可不能让你堂堂战王背上个小戏的名声。他如今对那个烧烤配啤酒好奇得很，没吃到是绝对不会离开的。三人一路斗嘴，一路往花园走。陆齐二人跟着走进花园，看到几个丫鬟打扮的女子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反而3个穿着华服的女子围在一个奇怪的灶台边，手里还拿着长长的签子上下翻动，嘴里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一股淡淡的白烟在他们翻动的签子上方缓缓飘动，随着烟雾飘散开来，还有阵阵香味，让他俩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两人认出站在中间那个正是好友那响彻京城的娘子苏沐雪，连忙收起刚才的不正经，对着他行礼喊道：嫂夫人好。嫂夫人好。沐雪，这个是晋国公世子陆承风，手拿折扇那个是安国公世子齐若谷。陆世子、齐世子好。这是我的娘子苏沐雪，她性子单纯，你们俩以后可要帮我多照应着，不准别人欺负她。陆承风、齐若谷白眼都要翻到天上了，单纯，别人会欺负他？两人有些实话，怎么好友口中的锦王妃和父亲说的那个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的不一样呢？难道不是同一人？沐雪，你刚刚跟他们说话都不紧张的吗？不过就是几个男人而已，有什么好紧张的？又不是什么3头6臂的怪物，怕他们做什么？唉，我好羡慕你的胆量。我从小就被家人教导，说男女7岁不同席，见了外男也不得抬头，更不得出声搭讪，不然就是有违女德，要被人非议，让家族蒙羞的。对，我有一个堂姐，就因为跟外男说了一句话，差点被家里人打死了。后来
不知怎么的传出说他不守妇道，到处勾搭男人，结果未婚夫就过来退了亲，最后被逼得跳了井。说起那个堂姐，顾罗就心里一阵难过。那么温柔的一个姑娘，就这样被流言逼到跳井而亡。这个时代对女子真是太苛刻了。唉，咱们女子的命啊，就像是浮萍一般，若是运气好，嫁到一个好夫君，还能相敬如宾的过一辈子；若是命不好，嫁到一个差男人，就只能悲戚的过完这一世了。嫣嫣、罗罗，其实咱们女子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些所谓的封建三从四德，不过是男人用来束缚女人的枷锁而已。我知道有个地方，那里的三从四德可不是你们这样的。啊？那是怎样的？那里的三从四德指的是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四德是打不得，说不得，骂不得，惹不得，还给男人立了规矩。为了增加效果，苏沐雪不仅将现代改编过的新三从四德讲了一遍，还把几条规矩也给他们讲了一遍。咱们虽然是女子，但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要记住一句话，叫我命由我不由天。选男人一定要自己看过满意才答应，就算一时看走眼也没有关系。男人好便与他相守一世，白头到老，若是不好，那就直接换了他。娘家若是不收留自己也没有关系，世界那么大，离了他们，咱们女人照样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接着苏沐雪给他俩讲述起现代女人如何经商，闯出一片天地的故事，又讲了夫妻关系应当讲究男女平等，一生一世一双人，若双方感情破裂，女人也可以大胆地提出离婚等等。南烟跟顾罗听的是目瞪口呆，他们从小听的最多的就是女子在家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苏沐雪这番话简直让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哎，元正，嫂夫人这样讲，你难道不生气吗？为什么要生气啊？嫂夫人说那什么三从四德规矩，还有女子可以出去挣钱养家，还有什么男女平等，不准男人纳妾，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如若不从就要和离。这些话简直就是不把男人放在眼里，你能忍得下？沐雪说的没错呀，男人能给女人立规矩，要求三从四德，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反过来要求呢？男人能去外面挣钱，凭什么女人就只能依靠男人而活？至于感情，本来就应该双方平等。若是真心喜欢，眼里就该容不下一粒沙子。一生一世一双人，这本就是正理。若是他出言让我纳妾，我才要怀疑他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呢。你真的能忍受他年老色衰、漆皮鹤发的那一天吗？不止陆承风心有疑问，就连齐若谷同样好奇的等好友回答。等他年老色衰的时候，我不也一样老了？那怎么能一样呢？男人就算到了80岁，只要有才有势，照样可以娶到年轻的黄花女子，何必要委屈自己对着一个垂垂老矣的妇人呢？有才有势确实可以得到年轻女人的身体，可那只能是交易，根本得不到相濡以沫的感情。相比起身体上的快感，我更喜欢与心爱之人一起慢慢老去，与他生同亲，死同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另外一边，跟好友喝着奶茶，吃着烤串，愉快聊着天的苏沐雪此时还不知道，在他的影响下，往后的东离国京城里又多出几对夫妻恩爱的佳话来。沐雪，你弄的这个波波奶茶太好喝了，比那个啤酒还好喝。喜欢喝，一会儿再给你们打包一杯回去慢慢喝。只是这东西过夜容易吃坏了肚子，不然我就给你们每人多拿一点回去了。不过也没有关系，你们要是想喝就过来找我，到时候我多弄一些其他口味的出来，保管你们也喜欢。那感情好，以后我们可要经常来锦王府找你玩，到时候你可不许嫌我们烦哦。来吧来吧，天天来都没有问题。哎呀，天天就算了，你不嫌烦，就怕有人嫌我们烦呢。放心吧，阿锦为人很温和，不会嫌你们的。你说九王爷为人很温和，你确定吗？确定啊，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见过有比他脾气更好更有风度的男人了。哪个姑娘要是嫁给他，那可就有福了。哎，
暮雪，你不就是他的王妃吗？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姑娘？你难道不想追求一生一世一双人了吗？那个，其实我们只是因为不能说的秘密假成婚而已，并不是真夫妻。你们俩要记得给我们保密啊！哎，这是自然，我们一定会保守秘密的。不过，暮雪，你怎么就答应与他假成婚呢？这样多影响到你的声誉呀！是呀，暮雪，既然是假成婚，还是找个借口和离了吧。若是你担心没有地方住，我名下还有一套宅子，你可以搬去那儿住。暮雪，你还是听嫣嫣的吧。我虽然没有宅子，但是这些年也攒下了些提己，明日我就让人给你送过来。两个姑娘是真心问苏暮雪打算，让她心里一阵感动。谢谢你们，不过阿锦帮了我许多，所以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我暂时还不能走。等时机到了，自然会离开。他现在手里大把的银子，想买宅子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之所以还不离开，一来是为了帮轩辕锦的忙，二来嘛，他还有私心，需要观望一下才能做决定。三个姑娘自以为说的小声，可内容全部被另外一边的三个男人听去了。假成婚？皇上又用什么手段逼你了？让你不惜找个女人假成婚？陆二愣子，皇上又不是第一次逼他，你见过哪一次是需要假成婚来逼过的？对哟，依远州这又冷又硬还是白切黑的性子，若不是他自己愿意，谁能逼得了他呢？远州，快说说你们为什么要假成亲啊？在我这里没有假成婚，只有真夫妻。这顿烧烤一直吃到日落西山才宾主尽欢的收场。彻底喜欢上啤酒的陆琪两人还不要脸的连吃带打包，一人拿了一件，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时间犹如白驹过隙，四国已经来信，敲定好来朝的日子定在来年的4月。皇帝为了让轩辕锦能够帮助维持京城的秩序，把一半的解药交给太医院院正，让他充当新研究出来的解药拿给轩辕锦，并叮嘱一定要亲眼看他服下。王爷，下官已经制作出压制你体内寒毒的药了，虽然还不能全解你身上的毒，但是能让你的身体比现在好上1半不止。您先服用着，后续我们会再慢慢研制，争取早日将您身上的另一半毒解了。谢谢郑太医，辛苦你了。见院正站在原地还不离开，还有何事？王爷，这个药要趁早吃才更有效果。轩辕锦闻言没有多说，快速把药往嘴里一放，连茶水都不用。只见喉结上下滚动，俨然已经把药吞了下去。等他走得不见人影，轩辕锦把藏在指缝的药丸拿出来，吩咐玄策：去把王妃请过来。没过多久，苏暮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阿锦，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其实也没什么大事，用不着这么着急跑过来。来，先喝点水吧。不喝了，有什么事你说吧。太医院那边把药拿来了，你看看有什么不妥的没有。苏暮雪接过药，从上面揪了一点碾开，仔细闻了闻。这药倒是寒毒的解药，不过里面加了千机子，只要你服用此药，即使解了寒毒，也会中另外一种。这种毒不会要你的命，但是会让你无法使用内力，一旦使用就会钻心的疼。阿锦，你这皇兄真是好歹毒的心思啊！暮雪，还得麻烦你把中了千机子该有的样子告诉我一声。这个没问题，等你出门的时候，我帮你按照中这种毒的样子画一个病容砖就行了。谢谢你，暮雪。我们之间说谢就太见外了些。暮雪说的对，我以后再也不说谢了。哇，阿锦，你笑起来真好看，以后别整天再板个脸了，要多这样笑才行。好，只要暮雪喜欢，我以后会经常笑，只对你一个人笑。轩辕锦充满磁性的声音低语道，深邃的目光带着烫人的气息落在姑娘脸上，让她不自觉地感到一阵脸红心跳。苏暮雪有些受不了他这样无意识的撩拨，心里直呼他们要死了要死了，这男人长了一双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眼呢。暮雪，你怎么了？脸为什么这么红？是生病了吗？我没事儿，是天气太热了。啊，原来是这样。可现在不是已经中秋了吗？怎么还会这么热？
可能是我刚刚穿的有点多，又一路跑过来，所以比较热。我现在回去换衣服了，阿锦再见。苏沐雪说完就朝自己的院子里跑。若是她此时回头，就能看见身后的男人正朝她的背影露出一丝得逞的微笑。等女人离开，轩辕锦收起脸上的笑，瞧了瞧窗边的花盆，看来只要他在京城一天，皇兄对他的猜忌就不会少。没过几日，轩辕龙打着关心九皇帝的借口，邀请轩辕锦夫妇进宫。进宫前，苏沐雪按照中了千机子的症状，给轩辕锦调整了一下妆容。我只是觉得沐雪你这化妆技术真是太神奇了，若不是我早就知道是你画上去，恐怕都会以为自己真的中了千机子呢。那是当然了，不是跟你吹，我这技术可比所谓的易容术要便捷方便很多，而且相似度可以达到90%以上。两人说说整理好了，一起出了王府，坐上早就准备好的马车往宫里赶。太医院给的解药，九皇帝吃了吗？感觉如何？可有什么不适啊？多谢陛下关心赐药，臣弟已经好多了，并无不适。啊，那就好。咱们是兄弟，关心你是应该的，九皇帝不必见外。朕观九皇帝的脸色确实比以前好上很多呀，脸上也多了一些血色，如此甚好，甚好啊！你身体好起来，朕也就放心些了。苏沐雪在旁边听得心里暗自冷笑，狗皇帝可真够阴险的，明明暗地里给人家各种下毒，恨不得人家死，面上却非要装出一副好哥哥的样子，真是够虚伪。不知道皇兄叫我们夫妻二人过来是有何事呢？哦，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看看你的身体如何了。对了，这4国来朝的日子快到了，朕听说月见、鹤羽、镜花、流萤几国来的皇子皇女们，那可都不是善茬啊。他们若是在东离国出了差池，只怕会引起2国交战哦。如今魏云川已斩首，你是咱们东离国的战王，到时候京城和外宾的安危，朕就交到你手上喽。你可一定要守卫好，不得半分差池啊！如若不然，休怪朕不念手足之情，唯你是问。苏沐雪听不下去了，陛下可真是打得好算盘呢，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来了。合着我家王爷生着病操持4国事务，还要保卫京城安危和外宾们的安全，劳心劳力不说，这做得好半分好处捞不到，做不好就要唯他是问。这样的好差事，你还是交给别人去做吧，我家王爷不是冤大头，做不来这样的活计。弟妹，九皇帝同是皇家人，自然应当承担起保卫皇家的责任，做得好是他应做的本分，做得不好当然需要责罚，怎可因为一点小小的得失就推卸责任啊？你少给我搞什么道德绑架，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阿锦是皇家的人没有错，但皇家人又不是都死绝了，只有他一个，凭什么要他一个病人来承担这些？苏沐雪，你放肆，竟敢诅咒皇家人，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轩辕锦见状连忙上前想护住女人，被他一个眼神制止了。轩辕锦明白苏沐雪的意思，他顾及百姓，不想跟皇帝撕破脸，若是此时出面，就打破了这个平衡。要不要试试看？轩辕龙被气得差点吐血3声，但现在又确实不敢动苏沐雪，因为这个女人真的能让他试试就试试。不能奈何苏沐雪，轩辕龙只好把火气对准静立在一旁的男人。他这样你也不管一管？没法管。你是他的夫君，是他的天，怎么就没法管？因为当初成亲时，他不仅给我定了3从4德，还立了规矩。什么？给你定3从4德，还要立规矩？对，皇兄你想听吗？听，为什么不听？他倒要瞧瞧，看轩辕锦能不能说出一朵花来。既然皇兄想听，那我就先说3从4德吧。娘子说3从，是指对夫君要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4德嘛，是指夫君对娘子说不得，骂不得，打不得，惹不得，
还给我定了6条规矩。第1条，老婆永远是对的。第2条，如果娘子错了，一定是夫君看错了。第3条，如果夫君没有看错，那一定是想法错了。第4条，如果夫君没有想错，只要娘子不认，那娘子就没错。第5条，如果娘子不认错，夫君还说娘子错，那就一定是夫君的错。第6条，如果娘子认错了，那就参考第1条。轩辕锦刚把话说完，就看到自己皇兄仿佛变成了一根木头，面色像蜀地有名的戏法变脸似的，先是震惊，接着不可思议，最后变成一言难尽。这样你也答应？像我这种身中剧毒，过了今天可能就没有明天的人，难得有个姑娘能看上我，已经很好了，我没得挑不是吗？再说了，暮雪提的这些要求，虽然在别人看来很过分，但是在我看来还好，毕竟娘子是娶来疼的，她开心，我也就开心了。所以，就算她胡来，你也不管？在我心里，我永远遵守规矩第1条。轩辕龙顿时气结，规矩第1条，他娘子永远是对的，所以这是不承认苏暮雪是胡来呗。你若不加管束，就不怕他这样下去会招来杀身之祸吗？我虽然顾全大局，但是暮雪是我的逆鳞，谁若是敢动他，我就算赔上整个锦王府，也要奉陪到底，尽管试试。兄弟2人目光里刀光剑影，互不相让地注视对方半天。过了许久，轩辕龙这才率先移开目光，讪笑着打着哈。哎，皇兄只是开个玩笑，九皇帝怎么就当真了啊？轩辕龙当然不敢轻易地跟这个弟弟撕破脸。虽然这2年他接手了清霄军，可里面还有许多将士，他们心里只认轩辕锦这个战神。啊，刚刚是为兄想差了，九弟妹提醒的是啊。这样吧，只要九皇帝到时办好了这次4国来朝的事，朕就赐你们文银1000两，黄金100两，如何呀？皇上，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这么劳心劳力的事情，只给1000两银子，100两黄金，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至少得10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另加一个条件，不然这差事，皇上你还是交给别人吧，我家王爷干不了。锦王妃，你这简直就是趁火打劫。既然皇上不答应，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跟夫君就不打扰你去找其他人了，拜拜。苏暮雪见他不乐意，直接拉着轩辕锦就要走。轩辕龙看着半点不给他面子的2人，气得直冒青筋，面容扭曲。他若是能找到其他人处理此事，还用得着他夫妻俩受这个气吗？等等，就按你的意思来。10000两银子，1000两黄金，那就等于2万两白银呐。他的国库经得起几次这样办，更别说还是一个未知条件，真是亏大了。轩辕龙眼睛转了转，决定附加个条件，让轩辕锦先办事，至于给银子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说。首先讲好，我们要先拿到金银再做事。至于条件，我还没有想好，这个可以以后再说。你不要太过分了啊！市场哪有事情还没办就先收银子的道理啊？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我的宗旨就是先给钱后办事。你要同意就给钱，不给我们就走。不过先说好，只要我们出了这道门，你若再想要我家阿锦办这事儿，那也可以，但是得加钱。九皇帝，做事的是你，难道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了吗？做不了，我都听娘子的。哎呀，我们轩辕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怕娘子的货？你瞧瞧你现在，还有一点男子气概吗？清霄军的那些将士若是知道他们崇拜的战神其实就是个窝囊废，心里会作何感想？见平日冷冰冰的男人，此时却只顾着盯着娘子，眉目含情。轩辕龙气得差点没吐血。轩辕锦，你有没有听我在说话？他们又不是我的娘子，失不失望干我何事？
我又不跟他们过一辈子。轩辕龙觉得他跟这两夫妻是八字犯冲，再讲下去只怕自己要先被气死了。望了眼半点不妥协的苏沐雪，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先给这些金银也可以，但是你得把卖手枪给你的人的信息给我。这是另外的信息，得加钱。你想加多少？1万两。5000两。15000两。你怎么还往上涨价的？再讲就2万两了。轩辕龙迫切想知道售枪的途径，只得妥协，朝江德海招招手，让他拿银票过来交给信王妃。哼，皇上大气。苏沐雪笑嘻嘻地接过来，认认真真数了数，25000两银票，1000两金票，一分不少。没想到他数完之后，又递给轩辕锦。阿锦，你看看这是不是真的？轩辕龙、江德海两人脸色都很不好看，堂堂一国之君呐，给出的银票会有假，真是太侮辱人了。看过了，确实是真的。那我就放心了。锦王妃，现在可以说了吧？当然可以。你听好了，卖手枪的人告诉我说，他们住在东海之东，是一个叫长留的门派，他们的掌门叫白子画，好像门派还不小，而且里面的人个个都身手不凡。哦，这东海之东怎么去？他们可留下什么路线图没有啊？这倒是没有，因为它是编的，怎么可能有地图？东海之东想来也不近，又没有路线图，你又是怎么跟他们联系并且交易的？你傻呀，我跟他们交易又用不着去东海，要线路图干什么？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联络的呢？用纸条传递啊。还纸条？你没见过他们人吗？没有。既然没有见过他们，那你是怎么认识他们，又是如何让他相信你的？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刚好救了白子画的心上人花千骨姑娘，他们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所以给我留了2把手枪和联络的方式，说只要我把需要的东西亲手写在纸条上，和银子一起放到指定的地方，他们就会把东西送过来了。把你们联络那个地方告诉我。轩辕龙打算做2手准备，派人去东海之东找一找那个叫长留的门派，另外派人去那个地方留纸条看看。告诉你也没用，他们只让我亲自写的纸条。哎呀，你只要把地址告诉我就行了，有没有用你不需要管。轩辕龙听不进去，不管如何他都得试试，不能让这个女人牵着鼻子走。那行吧，信息费1000两。你掉进钱眼里了吗？刚刚才给了你15000两啊！刚刚那个是地址费，我已经告诉你了。现在这个当然是另外算了，这个只收1000两已经是友情价了，给还是不给你自己决定，我不强买强卖。苏沐雪做出一副公平买卖、讲究你情我愿的样子，末了还好心的提醒：不过我要提醒你，不是我写的纸条，他们很大概率不会收到，所以这个信息你要还是不要，一定要想清楚了，不要到时候怪我没提醒你。这个你不用管，江德海，给他银子。轩辕龙真是要被他气坏了，坑他一次又一次，偏偏他还不能拒绝，只要有一丝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江公公，我要银票哈。嘿嘿，又白捡到1000两，这一趟进宫收获可真不错，希望皇上没事多喊他进几趟宫，这样他的荷包就更鼓了。拿到银票，他爽快地把地址给了轩辕龙。西山城隍庙，把纸条放在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上次他跟轩辕锦出门时经过，门前空地宽阔，适合交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轩辕龙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找了个借口打发他俩离开。等2人身影不见之后，他提笔写了一张求购手枪的纸条。江德海，让影衣带人打听东海之东怎么去，另外让人把那张纸条放到西山去。是。宫外，轩辕锦坐在马车上。沐雪，你刚刚的那番话都是骗皇上的吧？那当然了，我就是想坑他的银子，谁让他老是害你，总得拿回点利息不是吗？再说了，这皇帝老儿还想撇开我直接跟别人交易，怕是还打着过河拆桥的主意呢。真是长得丑还想得美，我不坑得他底儿掉，都算是我善良。你难道就不怕他找不到地方，回来发现被骗，到时候找你退银子算账吗？
怕什么？反正地址我已经告诉他了，找不到那是他手下办事不力，与我无关。至于钱嘛，既然已经到我口袋，那自然就是我的，哪有再拿出来的道理？他若想算账，那就来呗，难道我还会怕他不成？你难道没有跟女子接过吻吗？啊？什么？我说，你没有跟女孩子接过吻吗？没有，从来没有。啊？不是说你们男人14、15岁，家里就会给安排通房丫鬟的吗？你身为王爷，难道会没人给你安排？我13岁就上了战场，一直到20岁都是在军营里度过的。刚开始做小兵，住的都是大通铺。做了将军之后，我又一门心思都扑在如何带兵打仗，减少士兵伤亡上，没有时间，也根本不去想这些事。后来中了寒毒回京，太后跟皇兄想往府里安插眼线，曾想给我安排通房和王妃，不过都被我拒绝了。一是我不想被人监视，二是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共度余生，不想像别的男人一样妻妾成群，过着只有欲没有爱的日子。你的意思是，你想一生一世一双人？当然，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才是我一直想要并且追求的伴侣形式。没想到我们的爱情观竟然这么相似，有没有兴趣跟我谈一段恋爱呀？啊？不愿意就算了，我其实也是开玩笑的，做朋友挺好的。我愿意。啊？暮雪，我愿意跟你谈恋爱。轩辕锦定定地望着他，桃花眼里是无尽的深情。饶是脸皮厚如苏暮雪，也被看得面色发红，心中小鹿乱撞。为了不被比下去，他也不甘示弱地睁着漂亮的眼睛与他对视。马车里的温度随着他俩的对视渐渐升高，两人的脸也越贴越近，直至最后再无一丝缝隙。彼此错落的呼吸声缠绕在马车里，最后飘散在精美的雕饰中。皇宫，轩辕龙一连好几天让人往西山城隍庙的树洞里放纸条，可每一次纸条都是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根本没有人来取过的痕迹。陛下，恕奴才斗胆。你讲。奴才想，有没有可能是景王妃在说谎？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会去城隍庙拿纸条呢。那个女人狡猾无比啊，你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若景王妃真的在撒谎，那是不是意味着她手里的枪其实只是侥幸得来，实际上连她也找不到买手枪的人呢？也有可能是她不想交出手枪的来源。皇上圣明。江德还想了想，也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可现在都只是我们的猜测，根本就不能确定是不是景王妃在撒谎呀。想要知道她是不是撒谎很简单，只要我定出数量让她去购买，到时候再找个轻功高强的人偷偷跟在她身后，我就知道了吗？皇上英明。一连好几日过去，皇宫里没有派人来找茬。刚刚互相确定心意的苏暮雪跟轩辕锦乐得在王府里悠闲地谈谈情说说爱，日子过得很是惬意。这日轩辕锦出府，为了年后4国来朝之事做准备。苏暮雪闲着无聊，想到这些日子都没有仔细打理空间，趁着现在有空进去打理一番，顺便看看前些日子种的东西怎么样了。他交代兰儿守在外屋，闪身进了空间。嗨，小八，好几天不见，现在空间里有没有什么更新的玩意儿啊？更新了土豆和稻谷种子，主人你要吗？这些不是以前就有的吗？这次的土豆和稻子都是最新改良的品种，不仅吃起来口感更好，产量也更高。主人你可以种点来试试尝尝。在屏幕上挑挑拣拣，兑换了土豆还有各种蔬菜种子，跑出去种到外面的荒地上，又浇了点水，这才返回屋子，对着屏幕挑选一些日用品，就准备离开。主人，2楼现在有变化，您不去看看吗？什么变化？您上去看看就知道，说出来就不惊喜了。你确定是惊喜，不是惊吓？沿着楼梯上了楼，进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型武器库，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冲锋枪样品。
除了这间屋子，其他区域灰茫茫的一片，属于未开放的，他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这跟上次也没什么区别呀，008难道是在骗我？苏沐雪手指抚摸着屋里的武器，自言自语的嘀咕，并没有注意到脚边突然的生物。我操，这是什么鬼？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竟然从那双蠢萌蠢萌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委屈。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来这里的？哼，我不是个东西。哎，我是个东西。不是东西。是东西。听到他开口说话，苏沐雪先是惊讶了一下，不过随即又释然开来。这里是空间，既然都逆天到能兑换现代武器了，那动物能说话也没什么好好奇的。那你搞清楚了没？你到底是个东西还是不是个东西呢？哼，臭主人，我不是个东西。哎呀，我是这里的空间器灵，是器灵。哎呦，小气灵，对不起啦，刚刚都是姐姐的错，你就原谅姐姐吧。改天姐姐带你出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吗？真的？你真的会带我去吃好吃的？好吧，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那我就勉强原谅主子好了。叫什么主子？乖，叫姐姐哈。嘿，对了，小气灵，你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有名字，姐姐你帮我取一个吧。要不叫你小花吧。我是雄信。这样啊。作为一个取名废的苏沐雪挠了挠头。那叫你小白、小红、小黄、小绿。切，都不怎么样，重新想一个。都不喜欢呀。气跟七比较相近，要不叫你小七吧。行，那就小七吧。小气灵立马拍板，生怕迟了会被取到奇奇怪怪的名字。姐姐，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吃东西呀？你能从这里出去吗？还是你想吃什么告诉我，姐姐再给你买回来。我能出去的，一会儿我变小一点，你就可以放在身上把我带出去了。你还能变小？那是不是也能变大呀？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变给姐姐看。苏沐雪眼前一亮，没想到新到手的气灵还有这个功能。姐姐，让我陪你一起出去吧。我可以带你出去，不过到了外面，你凡事都必须得听我指挥，不可擅自行动，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现行，做得到吗？可以的，我一定听姐姐的话。你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叫我撵狗，我绝不追击。行吧，那你变小一点，我现在带你出去。我变成姐姐的手环吧。小七说着，身形快速缩小，最后变成一条五彩的手环缠在女子手上。姐姐怎么样？若是不喜欢，小七再变成其他的。挺好看的，就这样吧。说完，带着小家伙闪出空间，回到自己的卧室。此时已是下午，肚子也有些饿了。小七，你喜欢吃糕点吗？糕点是什么？我没有吃过。他作为空间器灵，从来没有离开过梦幻空间的2楼，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糕点。很好吃的，我叫人端点过来给你尝尝。苏沐雪听说他没吃过，连忙叫兰儿去灶房端了几盘糕点过来。小七，想吃哪个自己拿。闻到香喷喷的美食，小七立马从苏沐雪的手腕上下来，变成平常大小，对着盘子闻了闻，用头指着其中一盘栗子酥。姐姐，我要吃这个。苏沐雪直接将整盘端给他。第一次吃点心，小七吃得津津有味。小七，你们气灵也是要吃东西的吗？我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不过相比不吃，我还是更喜欢吃，因为吃东西会让我心情愉快，还有一种满足感。沐雪，它是你的宠物吗？它叫小七，
是我的空间器灵，像新得到玩具般的孩子，开心地向他分享自己的宠物各种功能，最后要征得他一句认同。怎么样，好看吗？还不错，实用就好。轩辕锦挑了挑眉，没想到这小家伙能变身，主要是会飞，倒是弥补了暮雪不会轻功的弱点。有他在小姑娘身边，他也能更放心一些。这么一想，再看小七时也不觉得那么丑了，觉得他虽然长得潦草，但看久了还挺萌的。小七，你会变身会飞，那会打架吗？你问我一个灵气会不会打架，这不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哼，告诉你，小爷我不仅会打架，还很擅长呢。说完，他伸出2只小爪子在空气中示威似的划了，可爱的小模样看得苏暮雪又想伸手去撸他了。轩辕锦连忙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雪儿，尝尝这个菜味道如何？面对心上人的好意，苏暮雪只好打消离桌的念头，专心吃起饭来，期间还不忘给男人回一筷子菜，礼尚往来。雪儿，皇后过2日要在御花园办赏花宴，陛下下旨，各大家臣的家眷都要参加，你想去吗？赏花宴一定要去吗？你若是不想去，那咱们便不去吧。其实御花园的花也就那样，也没什么好看的，况且那些深宅妇人整日屁事不做，凑在一起就嘴上功夫了得，实在是无趣的很。我们若是不去，那岂不是等于驳了皇上与皇后的面子？驳便驳了呗，到时候随便找个过得去的借口搪塞一下就好。还是去吧，我还没有见过赏花宴是什么样的，心里有点好奇呢。轩辕锦见他想去，也不再劝说，大不了到时候安排2个女侍卫护着他，家常由自己照看，横竖不让别人欺负他就是了。到了赏花宴这天，轩辕锦带了2个身材苗条的侍女过来给苏暮雪。雪儿，这是青竹和墨花，2人从小在王府长大，你可以放心使唤。他俩有些功夫在身，你带着一起去宫里也好有个照应。行，那就带上他们吧。到宫里一切听王妃吩咐，他若是有半点差池，你们提头来见。是王爷，属下定会拼死保护王妃，不让她受半点伤害。行了，阿锦，让他们起来吧，我不会有事的。还不快谢过王妃？谢王妃。快起来吧，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对我下跪，你们以后有事站着说话就行，别动不动就下跪。老是被人家这样跪来跪去，他感觉自己都被跪老了。青竹墨画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不由得看了一眼轩辕锦。你们如今是王妃的人，凡事都要以王妃的意见为主，不用等我吩咐，明白了吗？2丫鬟点头应下，轩辕锦这才松开眉头，温柔地对苏暮雪说：外面车已经备好了，我们走吧。你们几个狗奴才竟然敢拦我们，想找死吗？赶快给我让开！我家主子在休息，你们换个地方吧。苏暮雪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抬头看到好几个衣着华丽的姑娘站在亭子外面，正用愤怒鄙夷的眼神望着自己。兰儿、青竹、墨画，让他们进来吧。哪里来的土包子？不知道这是清华公主的地方吗？竟然敢将你的贱脚踏进来休息，还让下人将我们拦在外面，真当御花园是你们家的了？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晚一步，信不信公主砍了你的脑袋？苏暮雪原本占了别人的地方，还有些理亏，想说句不好意思就离开，没想到这丫鬟说话这么难听，顿时火气就上来了。你早上是吃屎了吗？嘴巴这么臭。你知道我是谁吗？哼，可真是好笑，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好意思来问我？怎么，我是你娘呀？不过，就你这没教养的样子，我要是你娘，早就把你打得回炉重造800回了。青竹墨画闻言扑哧一声笑了，悄悄问兰儿：王妃平时骂人都这么生猛的吗？放心吧，咱们主子从来不骂自己人，对待敌人嘛，这一点还是开胃小菜，不值一提。一会儿你们继续看就知道了。你找死！青衣丫鬟说不过苏暮雪，抬手就想打人，可惜连她衣角都没碰到。既然你的手不想要了，那我就成全你吧。说完咔咔几下就把青衣丫鬟的手指全部掰断了。
这位姑娘好生没有道理，明明是你占了别人的地方不道歉，出言不逊还打人，着实是有些过分。苏沐雪听到他竟然睁着眼说瞎话，明摆着就是要拉偏架。你又是哪根葱啊？说什么过分？请问你是下水道吗？长得丑也就算了，竟然在这里装腔作势。请问你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这么能装？奉劝你，眼睛瞎耳朵聋就不要出来再丢人现眼，免得让人家笑话你。你什么你？长得难看也就算了，偏偏眼盲耳聋心还瞎。我要是你，早就惭愧到躲在闺房里不出门了。偏偏你这脸皮厚到子弹都穿不破的人，还好意思在外面招摇。小嘴巴巴一顿输出，对于得罪他的人，苏沐雪可从来不会嘴下留情。看着被气得快要晕倒的女子，他不屑地撇了撇嘴。哼，就这点战斗力也好意思跑过来挑衅我？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吗？跟着紫衣女子一起来的其他人见苏沐雪动手能力和动嘴能力都超强，都缩着脖子，识趣的闭上嘴，不敢招惹她。断了手的青衣丫鬟见表小姐陈青莲都不是眼前这个泼妇的对手，只能愤恨地握着断手叫嚣：你等着，清华公主是不会放过你的，到时候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丢出去喂狗。哼，清华公主放不放过我，不劳你操心，你只要知道我不会放过你就对了。说完，他上前一把抓住丫鬟暴揍，然后抓着她的头往后一拧，咔嚓一声拧断了她的脖子。解决了青衣丫鬟，苏沐雪像扔什么破袋子一样将她尸体扔到一边。被这一幕吓得惊慌失措的几个女人捂着眼睛齐齐尖叫起来。一个身着红衣的姑娘正巧带人经过这儿，听到哭声很熟，就跑过来帮忙。青莲表姐，怎么了？明珠，他是杀人凶手，杀死了公主的婢女云儿，你快将他抓起来给云儿报仇啊！赵明珠这才抬头看向倒在一边的婢女，此时头歪在一边，明显已经没了气息。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在皇宫里杀人？哼，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放肆！她可是边关赵元帅家的嫡女赵明珠，你一个无名小卒，怎敢对她大呼小叫？怎么，有人给你撑腰，所以忘了刚刚跪趴在地上的事情了？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是不是？信不信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绿衣姑娘想到她的手段，顿时怂了。你这个女人，竟然连赵元帅都不放在眼里，信不信我表妹杀了你？那就试试，看她能不能杀我。表姐别跟她废话，你先退到一边，看我怎么教训这个无知的女人。将陈青莲扶到一边，抽出身上的鞭子就要抽苏沐雪。陈青莲心中一喜，连忙退开，巴不得赵明珠将苏沐雪打死了。小姐小心！兰儿见状，担忧的大喊：主子小心！青竹和墨画见状，飞身扑过来要帮忙，却被赵明珠带来的手下阻挡了。哼，你这个恶妇，去死吧！赵明珠冷冷一笑，手上鞭子飞速朝苏沐雪头顶挥去。她本来就是武将之女，从小跟着父亲练武，功夫自然不在话下。这一鞭子用上了10成的力道，舞动的时候虎虎生风，若是打在苏沐雪身上，就算不死也得残。苏沐雪面色一冷，这女人跟自己无冤无仇，却出手就是杀招，想置她于死地，真是其心可诛。她利落的侧身避过攻击，微抬左手腕，一只藏在手上的小七像离弦的箭一般朝赵明珠飞去，一口咬上她的手腕。小七咬完人之后，就飞快地回到苏沐雪的腕上，速度快到让人根本就没看清。啊！赵明珠只觉得手腕一疼，手中鞭子就这么掉在地上，剧烈的疼痛让她顾不上其他，捂着受伤的手哀嚎不停。啊，好痛啊，好痛啊！真是个蠢材，脑子是个自用品，麻烦你不要把它当成装饰品行吗？
别人说什么你都信？难道刚出生时你的脑子是跟脐带一块剪掉了吗？你爹娘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货，真是倒了8辈子霉。喜欢为别人出头是吧？喜欢打人是吧？怎么会甩几下鞭子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苏沐雪一边打一边骂，出手又不收实力。没多久，赵明珠这个千金就被打得面目全非，直翻白眼儿，有劲气没出气了。住手！不要再打了！救命！快点救人呐！陈青莲见赵明珠被打得口吐鲜血，连动都不能动了，吓得尖声大叫。可身边都是一些闺阁女子，平时只会琴棋书画的她们哪敢上前拉架呀？快去禀告皇后娘娘，就说明珠快要被打死了，让她快点过来。她心里害怕的不行，赵明珠是自己拉下水的，若是苏沐雪真把人打死了，到时候舅舅肯定会迁怒她。见清华公主，我不是让云儿带你们先进亭子的吗？现在这是怎么一回事？回禀公主，臣女与众姐妹确实随着云儿来到了清波亭，可这个女人不懂规矩，擅自就进了亭子。云儿让她离开，她不仅不肯，竟还出手打了云儿不说，还扭断了她的脖子。就连臣女都受了她的言语侮辱。明珠本想为云儿讨回公道，也被她打得快死了。陈青莲边哭边说，一番话把责任全推到苏沐雪身上。来人，给我把这个女人抓起来，关进天牢。几个侍卫听令，立马持剑围了上来。苏沐雪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又来一个蠢材。公主，你凭这几个人想要抓我，怕是有点少。要不你多喊几个人来，让我过过手瘾。哼，真是个不知死。后面的活的家伙几个字，轩辕浅浅刚想骂，结果看到苏沐雪脸后，突然面色一僵。九皇婶，是你呀！先前人多嘴杂，轩辕浅浅的注意力都在自己死去的丫鬟身上，加上苏沐雪又一直背对亭子门口，所以没注意到是谁。现在见到是他，轩辕浅浅吓得话都有些说不利索了。这个连他父王都怕的女人，自己哪儿惹得起呀？公主认识我？啊，清华曾远远的见过九皇婶一面，故而识得您。公主，我杀了你的婢女，又打了元帅嫡女，如今还需要把我关进天牢吗？啊，九皇婶说的哪里话？云儿这丫头向来猖狂不知理，浅浅早就有心教训她，只是念在她陪我许久的份上，这才一直没忍心下手。如今她冒犯到皇婶，丢了小命，也是她罪有应得。倒是麻烦皇婶替我清理了门户，侄女感激还来不及呢。至于赵明珠被打，那也是她咎由自取，毕竟云儿是我的婢女，就算为她出头，也该是由我这个主子来，哪里轮得到她这个外人越俎代庖？况且她只是个没有品级的官家女，竟敢出手殴打一品王妃，简直就是以下犯上，被打死也不冤。听到轩辕浅浅三言两语就将此事接过，陈青莲心里很不高兴，心里对他颇有微词。怎么三番两次挑拨离间，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心里不爽呢？哼，苏姑娘想太多了，我并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苏姑娘，你是耳朵聋了吗？没听见清华公主喊我九皇婶？按理你应该喊我景王妃，而不是苏姑娘。陈青莲紧抿嘴唇，就是不愿喊锦王妃。在她的心里，锦王妃这个位置只有自己才配坐。你喜欢我家王爷？哼，就凭你也配？我为什么不配？论家世，我是国舅府的千金，皇后娘娘的侄女，身份比你这个落魄前丞相家的小姐高贵了不知多少倍。论才，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这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粗鲁女人，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要讲配不上她，也是你这样的配不上她才对。识相的就赶紧离开锦王府，别让你的坏名声影响了她，她值得更好的女人。陈青莲越说越激动，都忘了苏沐雪的凶残。那个更好的女人就是你，对吧？
可惜呀，你再好，我家王爷也看不上，在他眼里，你连个屁都不是；而我再不好，可他就是喜欢，在他眼里，我就是他的掌中宝。你说，气不气人呢？哼！说这话的时候，苏沐雪满脸都是气死你我不负责的表情，还嫌气得不够彻底，继续说道：唉，可惜呀，同人不同命。我只要勾勾手指，我家王爷就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到我手上，而有些人就算是想倒贴我家王爷，他可能还嫌弃是垃圾占地方呢。你别得意太早，晋王爷不过是被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暂时蒙蔽了双眼，总有一天他会发现我这个京城第一才女才是他的良配。等我与他成婚之后，你就是给我提鞋都不配。我看陈小姐你回去晚上把枕头垫高一些，或者以后改成白天睡觉，做下白日梦还比较容易实现一点。他的一番动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向来清高的陈青莲怎么能受得了来自情敌的侮辱？失去理智的他抬手就要朝苏沐雪脸上招呼。轩辕浅浅和其他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暗骂陈青莲这个蠢货，人家就是在故意激怒他，难道不明白吗？哼，好歹毒的第一才女，想必用这一招毁过不少女子的脸了吧。围观的人看到布满尖刺的指环，心里倒吸一口凉气，要是被这东西划到脸上，整张脸都别想要了。有个女人看着那指环，突然惊呼出声：我想起来了，当初周侍郎家的周灵儿跟陈青莲争第一才女的名头，两人才名原本不分伯仲，只是有一天周灵儿突然间毁容了，然后第一才女就落到了陈青莲的头上，难不成就是他用这个戒指毁了周灵儿的脸？哎，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几个跟陈青莲不对付的闺秀，最后都被毁了容呢。经那两人这么一讲，有许多人也回想起以往不曾留意的细节，现在想来细思极恐，大家顿时看陈青莲的眼色都变了。原来你还造过这么多孽啊！苏沐雪听到陈青莲竟然做过这么多坏事，决定要对这个女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你这么喜欢毁别人的容，那我今天也让你尝尝毁容的滋味吧。说着就把指环对准陈青莲的脸要划下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皇后快步出来，焦急大喊：锦王妃，住手！姑姑，救我！看到救星，陈青莲欣喜大喊。苏沐雪只是抬眼看了一眼皇后，低头手都不带停的直接摁了下去。我的脸，我的脸！莲儿，你怎么样了？姑姑，我的脸好疼。莲儿别怕，姑姑这就让太医过来，一定会治好你的脸，你别担心。这个侄女是她哥哥的老来女，又跟女儿一般大，所以小时候经常接来宫里一起玩耍。皇后算是带着她长大的，所以两姑侄感情特别的深。如今见她伤得这么重，简直就像是挽了皇后的心一般。你们快去请太医过来，立刻，马上去！原本赵明珠被伤，就有人去请太医了，只是太医院离御花园比较远，一时还没赶过来而已。皇后的人刚走出去几步，就遇到匆匆赶来的太医。别废话了，赶紧过来给莲儿看看。太医赶紧过来，跪在地上，仔细检查起陈青莲的伤势。半晌，皇后焦急地问太医：莲儿她怎么样？回禀皇后娘娘，陈姑娘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右手臂断了，得用断续膏将养个1年半载才能恢复。至于这脸上的伤，脸上的伤怎么样？恕臣无能，陈姑娘脸上的伤口太深，就算治好了，也恐怕会留下疤痕的。姑姑，求你帮帮莲儿，我不要留疤，不要啊！莲儿乖，先好好养伤，
姑姑一定会找到名医，帮你去除脸上的疤痕。皇后心疼的安慰。轩辕浅浅见太医还跪在原地，连忙叫他去给赵明珠治疗。皇后等陈青莲冷静下来，把他交给自己的嬷嬷之后，起身狠狠地教训起苏沐雪。锦王妃，莲儿和明珠只是个小姑娘，你怎么能如此狠毒地伤害她们？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俩只怕比我还大1岁吧，所以他们哪里小，是胸比较小吗？至于皇后你说的狠毒，你年纪大脑子糊涂了，我不怪你。不过你可以问问大家，他们可是有目共睹，是你口中的小姑娘们先动的手，我这个受害者只是出于防卫而已。如果自我防卫也叫狠毒的话，那我就狠毒了吧。锦王妃真是好一张利口啊！哼，多谢皇后夸奖，不过和你比起来可就差远了，还得要多向你学习才是。皇后被刺得心里一梗，意识到想跟苏沐雪斗嘴皮子，自己根本就斗不过她，干脆换了一副嘴脸，语气带着威胁道：九弟妹，明珠好歹是赵元帅的掌上明珠，赵元帅掌着10万兵马，你如今伤了他的女儿，难道就真的不怕死吗？告诉你，我活不活无所谓，但是我知道谁敢来惹我，我一定能让他先死。皇后被他的眼神散发的杀气吓得喉咙一紧，其他的话全部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这花我赏了，你们的行事风格我也见识过了，宴席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我怕自己恶心的吃不下去饭，先行一步了，告辞。苏沐雪说完就带着自己的人转身离开，真是半点面子都不给皇后留。哼，对了，记得转告赵元帅和陈国舅，他们若是觉得自己女儿随意打杀别人是应该的，想讨公道就来，我苏沐雪随时奉陪。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御花园，才走到门口就和赶来的轩辕锦碰了个正着。你怎么过来了？男人没有回答，反而关心地问：他们有没有为难你？你该不是听说这边的事情特意赶过来的吧？那赵忠的女儿向来是个不讲理的，还有那个陈国舅的老来女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们找你麻烦，你千万别客气，直接打回去就是，凡事由我担着。阿锦，你怎么就不认为是我在欺负他们呢？你不会，你的为人我知道，虽然不怕事，但却不是个主动惹事的人。这句话成功取悦了苏沐雪，她笑眯眯地对男人勾了勾手指，轩辕锦乖得像只大狗狗一样弯腰低头。苏沐雪仰头朝他的脸上送上一个响亮的香吻，轩辕锦突然眼光变得幽深，眼神在他娇嫩的红唇上扫来扫去，带着一丝侵略的味道。那个阿锦，我先回去了，你吃好喝好啊，拜拜。等等，我也回去。苏沐雪回到房间，想到刚刚在马车里的一幕，就脸红心跳。也许是在马车里耗费了一些心神，她就这样捂着被子沉沉地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外面天色已经黑了，摸了摸有些饿的肚子，才想起今天只是早上吃了点饭。起床整理好衣服，准备去找兰儿备些饭菜填饱肚子。刚出门口就看到青竹和墨画站在他门口，像门神似的守卫着。看到他出来，二人立刻尊敬地打招呼：王妃您醒了。你俩怎么还没回去啊？回王妃，王爷让我们俩跟着您，以后我与青竹就是王妃的人了，一切听从您的调遣。行吧，你俩以后就跟着我，不过我不喜欢身边有太多人服侍，你们只要在我出去的时候跟着就好，其他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遵命。你俩武艺是不是很好？没有王爷还有玄头领的好，但是在玄字辈里也能排到前5。二人实话实说，语气中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他们可是前5里面唯一的2名女子。前5很棒哎，啊，要不我拜你俩为师吧？
他虽然会现代各种格斗术之类，可那属于近身赤膊。在这个古代，大侠们都是飞来飞去，还可以用内力隔空打物，他不会武功很吃亏的。王妃，你想学我们就教，不过拜师就不用了。回王妃，青竹的剑法好，就让他教您剑法，属下轻功强些，以后就教您轻功吧，您意下如何？没问题。正说话间，兰儿端着吃的东西过来。小姐，你们在聊什么呀？我准备跟青竹和墨画学功夫，兰儿，你也来一起学吧。小姐，奴婢可不可以不学？奴婢只喜欢做绣活，不想习武。行吧，你不学就不学。既然想学刺绣，改日找个好绣娘过来，你好好跟着学。往后小姐我吃的穿的就全指望你了。谢谢小姐，奴婢一定好好学。往后您所有的绣活都交给奴婢来做就好。王妃您先用膳，我俩去准备给你练武的东西。行，你们快去吧。青墨二人动作很神速，第二天就把东西备好了。青竹给他准备的是一把木剑和剑谱，而墨画准备的是一本内力入门心法。苏沐雪跟着他俩上午学剑术，下午练轻功，晚上则练习打坐，偶尔还要抽些时间打理空间，日子过得很是充实，就连好几天没见轩辕锦的身影都没留意到。他不知道的朝堂上，赵忠跟陈国舅因为不满苏沐雪伤了自家的女儿，两人合起伙来向皇帝施压，让他处罚锦王妃，给自己的女儿报仇。那锦王妃将我女儿打成重伤的事儿，就这么算了吗？对，就算是小女他们不对在先，可锦王妃也不能下如此死手。不仅将明珠打成重伤，还将莲儿断手毁容，真是太歹毒了。你们的女儿被打伤被毁容，你俩就在这里哭天抢地的要讨公道。那我请问你们一下，那些曾被他们打伤打残打毁容的人，又该如何讨回公道？轩辕锦的话掷地有声，望着二人的眼神带着质问的味道。赵忠跟陈国舅被他问的是哑口无言，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们要向我王妃讨回公道，可以，但是请赵元帅和陈国舅必须先把被你们女儿伤害过的那些女子公道还回来，再说我王妃这件事。你们敢吗？赵忠跟陈国舅二人眼神飘忽，不敢与轩辕锦对视。那不一样，怎能混为一谈？好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因为赵明珠跟陈青莲是你赵忠与陈国舅的女儿，因为被他们伤害的人家里官职没你俩大，所以他们就活该被伤害，对吧？如此说来，那我轩辕锦的王妃堂堂正一品，天家之人，教训他们两个目无尊卑又没有品级的女人，怎么就不可以了？还是说你们觉得我轩辕家的人还不如你们赵陈两家尊贵，应该任由你们想欺负就欺负，还不能有半点反抗？这话就差明着说他们两家要造反了。轩辕锦的话像刀子般架在赵忠跟陈国舅的头上，吓得他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头上冷汗涔涔的连连求饶。陛下恕罪，九王爷恕罪，我等并无此想啊。哼，你们没有这么想，只是这么做的而已。陛下明鉴，我等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更没有这么做呀。二人望着坐在龙椅上神色未明的帝王，眼里闪过一丝惊慌。自古帝王最是多疑，若是皇上把轩辕锦的话听了进去，等待他们两家的只怕是灭顶之灾呀。那这事你们打算如何啊？回皇上，此事先前已经查明，是赵明珠与陈青莲言语挑衅在先，又动手想打我王妃在后，我王妃为了自保，这才出手伤了赵家和陈家女。如今赵元帅跟陈国舅在朝堂上倒打一耙，致使我王妃名誉扫地。臣认为他们两家应该亲自登门给我王妃道歉才是。
九皇帝，你看如何？如此甚好，只是希望二位拿出诚意，不要让我们等太久。一定。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好了，那就先这样吧。退朝。退朝之后，轩辕锦径直离开。赵忠跟陈国舅走在后面，望着他的背影，眼里像要喷出火来。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要承诺亲自上门道歉呢？不道歉，难道任由他继续查下去吗？赵忠冷哼一声，他算是看出来了，轩辕锦对他那个泼妇娘子可是看重的很。自己若是敢不松口，轩辕锦就敢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他们这种高门大户，哪家没有点阴私？若是被他追查下去，只怕自己元帅之位都要被查掉。以后让你的小女儿离明珠远一点，让她不要再来元帅府了，否则亲戚都没得做。那姑娘一肚子坏水儿，自己女儿是个一根筋，根本就玩不过她，还是根本隔开的比较好。你外甥女儿还小不懂事，回去我与你姐姐定会管教她的。姐夫在这里跟你道歉，你就别生气了。回去跟我姐讲讲，就是再这么纵容清廉下去，只怕国舅府迟早有一天要因他而遭难呢。放心，等回去我就跟夫人讲，让她好好管束清廉。未央宫这边，陈皇后想起苏沐雪将自己疼爱的侄女毁了容，心中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刚想叫自己的心腹带人去给苏沐雪一点颜色瞧瞧，只是还没有付之行动，就被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朕命令你不准再去找苏沐雪的麻烦。皇上，那苏沐雪心肠歹毒，毁了清廉的容颜，害她一辈子都将活得不人不鬼，生不如死，怎能如此轻易就算了？陈皇后不敢置信地抬高声音，心里万分的不服。那你又待如何？找人去刺杀他？你难道忘了当初魏云川派出那60高手都是什么下场？你若是想让陈家陪着你一起变成下一个镇国公府，那你就去吧，朕绝对不拦你。轩辕龙说完，看都不看皇后一眼，甩甩衣袖就走了。陈皇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呆愣了半晌，嘴里发出啊的一声，疯狂挥手将桌上东西全数扫到地上。不过也没有再跟人说要去刺杀苏沐雪的事儿了。这一天，他正在跟直丘的轩辕锦练功，就听管家福伯来报说赵元帅跟陈国舅带着各自的女儿上门来道歉。福伯，你确定他们是来道歉，不是来找茬的？回禀王妃，老奴确认过，他们确实是来道歉的。轩辕锦望着他沉思的样子笑了笑，有些意味不明地说：他们来道歉，你只管说着就好了。苏沐雪看他似乎半点都不惊讶，显然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突然心领神会。阿锦，是你让他们来的？是。轩辕锦点了点头，接着将那天在朝堂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轻易登门了？他怎么就不信呢？那赵忠说等女儿伤好了上门，怎么听都像一句托词而已。伤好不好，什么时候好，还不是他一句话的意思。若是不想来道歉，就可以直接推脱伤没有好就行了。当然不会，不过我总有办法让他们答应的。所以你前些日子很忙，就是在忙这些事情？这是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是为了明年开春后的4国来朝做准备。轩辕锦实话实说，并没有因此邀功来博取他的好感。苏沐雪听他百忙之中还会分出时间默默给自己做善后工作，心里感动不已。阿锦，谢谢你。沐雪，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是我的王妃，为你做什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不必言谢。轩辕锦桃花眼深深地望着女人，脸上表情再认真不过。
苏沐雪望着他高大伟岸的身躯，心里充满了安全感。也许这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让他有这种感觉的人吧。阿锦，我们圆房吧。你说什么？我说我们圆房吧。沐雪，你是认真的吗？不愿意就算了，当我没说。话一出口，不准反悔。怎么，只许你不愿意，还不许我反悔了？你可不能冤枉我，谁说我不愿意？我只是太过惊喜，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而已。沐雪，你终于能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真是太高兴了。咱们现在就圆房吧。说着，一把抱起女人就往房里走。哎，你先放我下来，客厅还有人等着我们呢。那就让他们等着。院子里有人，放我下来，我自己走。她虽然脸皮厚，但毕竟2辈子都没有跟男人亲密过，脸皮还没厚到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抱去圆房还能面不改色的。她担心事后会有人笑死。放心吧，院子里面早就没人了。说完，不由分说地抱着她，坚定地往屋里走，心中打定主意，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她也得将这房给圆了。沐雪，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不会后悔吗？我若是后悔，你会做什么？我会一直等，等到你愿意全身心的信我为止。真是个傻子。宴客厅中，赵忠与陈国舅带着自己伤势未痊愈的女儿，忐忑不安地坐在厅中喝茶等待。1炷香过去，2炷香过去，王府的主子还没有露面的意思。哎呀，青云呐，你说这锦王妃是什么意思呀？喝点茶，这可是极品毛尖，外面很难喝到的。人家都骑到头上来了，你还有闲心在这里喝茶？除了等，你还有其他路走吗？陈国舅想到这儿，是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女儿造成的，就恨不得上去再打她一顿。因为毁容戴了面纱的陈青莲看到父亲阴沉的眼神望向自己，身子不禁瑟缩了一下。自从毁容到现在，父亲眼见他没了利用价值，再不复往日的和颜悦色，这些时日从没给他过一个好脸色。见父亲的眼神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陈青莲心中松了口气，转了一下眼睛，看到半躺在一边没吭过声的表妹。明珠，你怎么样？伤好些了吗？我这几日一直想去看你的，只是我也受了伤，而且被爹罚跪祠堂，一直不能出来，这才没有去看你。你不会怪表姐吧？见妹妹没有回答自己，他以为她也跟自己一样是被逼过来跟苏沐雪道歉的。说来说去都怪那个苏沐雪心肠狠毒，竟然将你伤成这个样，还要用强权逼我们来道歉，实在是太可恶了。真以为攀上了锦王爷就没人能收拾他了，不过就是一个以色待人的贱人罢了。若是让明义和明成哥知道他敢这么对你，爱妹心切的他们肯定会为你报仇的。2位表哥都是镇守边关的将军，是东离国的栋梁，就算他们把苏沐雪杀了，锦王爷也不敢得罪他们的。对了，你有没有写信告诉他们呢？明珠，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表姐？陈青莲，一直这么算计人，你难道不累吗？明珠，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算计人了？你承不承认都无所谓，但是我告诉你，以后你想再对付锦王妃，那是你的事情，不要扯上我和哥哥们，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赵明珠说完闭上眼，懒得再搭理这个虚伪的女人。
陈青莲气得握紧手，没有用面纱遮住的半张脸扭曲到难看的不行，心里暗想，这个蠢货怎么突然间不听使唤了？难道是被苏沐雪那个女人打怕了？繁星院，等苏沐雪腰酸背痛的醒来，时间已经过去2个小时。瞪了眼因为吃饱喝足显得容光焕发的男人一眼，心里有一些愤愤不平。凭什么出力的是他，累的却是自己呀？雪儿醒了，想穿哪身衣裳，我来伺候你。苏沐雪掀开被子一角，看自己身上的睡衣穿戴整齐，身上也没有黏糊糊的感觉，想来是轩辕锦早就给她换洗过了。好吧，看他还体贴的份上，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你会穿吗？雪儿，你少瞧不起人。我虽然是王爷，可我从来都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玄策忙的时候，我的衣服都是自己打理的，以后你的也交给我来打理了。站在屋外的兰儿心想，王爷这是要抢我的活啊。帮苏沐雪穿好衣服，轩辕锦又自告奋勇地帮她梳头。好在苏沐雪不爱太复杂的盘发，梳起来倒也简单。没想到你的手还挺巧的嘛，帮女孩子梳过？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真的？苏沐雪斜眼看他，绝对是真的。那你怎么梳得这么好？前几次来你这边时，看到兰儿帮你梳头时，我记下了，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自为你梳。沐雪，你相信我，这真的是第一次。傻子，我逗你玩呢。走吧，也该出去会一会他们了。